大家好，今天啊，我们再继续聊聊天气，因为我本人也在外边儿，所以对天气还是比较关注的啊。先看这两个热带低压系统对中国的影响。首先是目前这个16W 啊，这个屏幕中间的这个热带低压系统啊，正在东海的南部海面啊发展。看一下卫星云图啊，呃，它的中心位置啊是在北纬26.6度啊，东经124.5度，最大风速是20节，中心气压是1200帕。那这个系统啊，预计啊在明天上午会登陆浙江东部沿海，所以在未来24小时内呢，它将给浙江、上海和江苏啊这些地方带来强降雨和大风天气。所以未来3天，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山东，可能会持续受到影响，比如说有的地方会下大暴雨啊。长江中下游啊，这些长期以来的这个高温天气啊，会得到明显的缓解。看一下云图的动图情况。今天上午就是这个热带扰动呢，发展的这个原来是热带扰动，现在是变为热带低压啊。由于距离陆地比较近呢，所以它发展有限，明天就上岸了啊。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，上午8点钟呢，它的中心位于浙江台州东南方大概460公里的东海部海面啊。这个低压呢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，强度呢变化不大，趋势呢向浙江一带沿海，并将在明天上午啊登陆浙江东部啊。这是14W，所以今天上午已经开始发展比较快了。所以受这个热带低压影响啊，未来3天，华东啊以及沿海地区啊会有，这是降雨情况啊，会有强风暴雨啊。这个热带低压啊会携带充足的水汽啊，除了强风雨天气啊，还可能带来这个强对流的天气。目前这个降水回波呀，已经影响到华东沿海，白天的强降雨呢将陆续展开。今天的雨势呢会比较强，明天的强降雨区域啊向北转移，后天呢继续向北，可能波及到河南东南部以及山东半岛这些地方。当然，我们还要密切关注啊，位于菲律宾这个东部沿海的这个气旋啊，是14W 啊，热带低压系统啊，它现在离中国呢还是比较远的，但是预计啊，未来几天内啊可能会向西北方向移动，可能会影响中国的沿海地区。我们会持续啊关注它的发展和移动途径啊，很有可能啊，我说很有可能，是不是今年的13号台风叫贝碧嘉，而这个贝碧嘉很有可能就是今年啊第一个直面江浙沪的这个大台风。啊，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知道，今年夏天江浙沪实际上是没有大台风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降雨情况。那受这个94W 影响，江苏东南部啊，这个上海、浙江北部有大到暴雨，那就是明天我要回上海的这个飞机场。上海南部啊，浙江东北部沿海这些地方局地降雨量呢可能达到100到180毫米。另外呢，云南南部、广西西南部、海南等地啊也会有大到暴雨。所以未来3天啊，华东地区的强降雨会自东向西发展。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500-百帕的这个高空天气形势图啊，分一下大尺度的这个天气形势。这是500-百帕的这个天气形势图。从这个500毫巴的高空图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副热带高压啊仍然控制着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啊，它的西侧边缘啊在江南和华南一带，
给中国南方呢带来了持续高温天气。另外呢，它高压脊的北缘和北方的冷空气交汇，形成了一个准静止风，这是造成北方地区降雨的一个主要原因。那么在高温上啊，这个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呢，今天的这个山东南部、河南东南部啊，这个还有安徽、湖北、湖南中北部以及江西和浙江的中南部啊、中西部啊、福建、四川东部、重庆、贵州东北部、广东东北部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呢还是达到了35到36度，比较热的。像湖北中东部吧，江西的中北部、四川的东北部、重庆啊这些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37到39度，所以重庆北部局部地区的气温可能还超过了40度。在这个风力方面啊，那么内蒙古东北部啊、黑龙江西北部、新疆南疆盆地啊这些部分地区呢有4到6级风，啊，甘肃河西部分的风力呢到6、7级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今明2天的天气特点呢，基本上就是受这个就这个气旋啊，华东啊及东海的这个 94W 的影响啊，会经历一次强降雨过程。江浙沪，同时伴有大风天气。南方地区啊，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呢，会持续高温，但是强度呢会有所减弱，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受这个副热带高压、受这个热带低压影响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提醒大家呀，还是江浙沪一带，特别是浙江、上海一带，还是要关注这个这个低压对天气的影响，特别要防风防汛。另外呢，像山区河谷地区啊，要警惕山洪、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发生这些次生灾害。另外，在高温地区，朋友呢要密切注意防暑降温，还是可能中暑的，像35度以上啊，都有可能发生中暑和热射病。所以，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最新的天气预报，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。这就是今天的天气分析。谢谢大家收看，祝您度过愉快一天，拜拜。